好，今天的节目呢，很多的海战话题。刚才我们聊完了环太军演呢，第二趴我们继续来看中日的海上交锋，现在矛盾再度升温了。因为中国国防部直接点名了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说近期是动作频频，派出了舰艇、巡逻机对中国航母编队进行近距离的跟监，已经影响到了中方的正常军事活动了，还要求日本呢立刻停止这样子危险行为的挑衅。好，那日本方面他们则是搬出了国际法，强调自卫队做的事情都是这个符合依据的符合程序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中国的半官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他们就公布了一个航机图那个航机图指出呢，自卫队是陆续从一些地方，像是后木、包括陆屋、那霸这些基地在4天的时候呢，就出动了多达11架次的 P1 海上巡逻机，而且从日本本土附近一路延伸到台湾的东部海域然后进行了非常密切的这个巡航监控。可见这个日本做这么多，紧迫盯人，然后想情搜，想看一下解放军现在越来越壮大的这个远洋舰队究竟在搞什么事情所以一直想来看。那立将军会觉得日本这一次模拟解放军这样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甚至被外界视为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辽宁舰跟安徽舰首次的双舰合并这样一个深度演习，哇，是不是太吸引人了？不看几眼都不行，所以才被中方特别点名。这里面有什么文道？我们从美日最近的一场军演叫“勇敢之盾”它演习的科目有一个科目叫做这个夺岛演习就是如果说这个岛被占领之后，他们要2栖登陆作战，再把这个岛反夺回来。从这个过程，为什么要特别做这个科目演练？以前是没有的。那就是代表他们认为说，第一岛链的这些岛，包括到这个宫古海峡，对，这南北2个岛，或者是与那国岛如果说战时的时候，解放军事实上是很容易占领这几个岛建立所谓的反封锁的阵地。我们从这一次辽宁舰为什么跟这个075两栖攻击舰这个联合做安徽舰做联合的演习，事实上。在之前，解放军他只是做制海演练，我们看到最多就是双航母，但是从来没有演练过说是航空母舰跟2栖攻击舰在一起演练。那这一次会做航空母舰跟2栖攻击舰在一起演练，我觉得很明显的2栖攻击舰它主要任务就是登陆作战嘛，那代表解放军是不是如果说战时的时候，为了这个如果日本跟美国联合起来，将这第一岛链作为一个封锁的岛链，在这边部署的反舰飞弹或者防空飞弹，准备封锁住解放军海军，不让它进出第一岛链的话，那解放军是不是反过来我就直接将你这个岛夺取了？这可能性很大。我认为这次是做这个。那为什么一定要航空母舰跟2栖攻击舰一起做联合的演习呢？你知道2栖登陆作战是很复杂的一个作战行动比制空作战、比制海作战还要复杂。为什么？第一个，它要制海，它必须要在海上面，它要有反击力量，要整个控制制海权。第二个，要有制空力量，制空力量除了说是空中整个作战空域的这个空优让它保持之外，它必须要用空中火力来密接支援地面登陆部队作战。除了要密接支援登陆部队之外，他还要做主角作战，也就是你若要反击的部队，我要将你主角在外面，让你打在外面，让你没办法来这个反登陆这个所谓归附作战，我教你这些，譬如说是日本跟美国在夺取之后，他们如果说想要来增援的话，我要叫你拒绝在外面。所以空中来讲任务很复杂。第3个部队叫什么？叫登陆部队登陆上去的部队，然后之后上岸之后还有陆上部队指挥官地面作战不会做，那整个是一个联合作战。那我们所以为什么这次来讲的话，我想辽宁号它负责的就是制海跟制空的一个作战任务。那075两栖登陆舰，这次它上面带的有这个包括直20直20F 反潜的直升机，也有这个登陆用的运兵直升机，也有对陆攻击密接支援的这个作战飞机所以我觉得这次辽宁舰安徽号跟这个跟辽宁舰一个航空母舰，一个2栖登陆舰在一起在西太平洋做这个演习，目的是不是在演练一个夺岛作战？
那多少作战目的，就是我认为解放军未来在第一岛链已经是反守为攻了。以前来讲，你封锁，我想办法反封锁。那这次来讲不一样，我认为说是不是就是对美国跟日本有个威胁？你如果真想把我封锁在这岛里面，第一岛链之内，我就夺取你几个岛，然后开放这几个岛，我的舰队就可以自由进出这个西太平洋。难怪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次8月份这个日美的联合军演里面有一个科目叫两栖登陆。那我们以前会觉得奇怪，两栖登陆你到底要到哪里登陆，对不对？在现在我想说，跟这次的这个辽宁跟这个安徽号哈联合演练，应该很明显日美两国应该可以感受到，如果说解放军是不是有这个演习想定啊，作战想定。就是说我直接如果说你在这边部署岛上部署这个反舰飞弹、防空飞弹，那我以前只是挨打的这种份啊，那现在来讲，我就直接把这几个岛夺取占领之后，那你就整个开放，整个岛链整个就开放，可以自由进出海峡。了解，将军刚刚帮我们分析了这一次双舰合并的看点啊，其实讲得很细了，包含辽宁舰负责制空制海，还有舰载机夺取空中优势，压制海面的威胁等等。那075安徽舰则是负责立体投送，还有低空突击，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嘛。可以看到，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舰艇的编队了哈，而是把陆海空要整合成一个远洋的特遣打击力量。想要干嘛？把战场推线到第一岛链之外，甚至是逼近第二岛链的方向。那这无疑就是美日安保条约这个守备范围跟大后方啊，是绝对没有办法丢失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日本对于解放军航母编队反应是越来越敏感，是不是察觉到呢？意识到跟过去好像靠第一岛链限制住中国海军的策略，8年前、10年前也许还管用，但是随着现在中国海军进步的速度太快了，下舰的速度太快了，他们已经感觉有点越来越过时了。要封锁住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已经是不切实际嘛？毕老师，你的看法？这个我把大家这个记忆力稍微恢复一下好吗？就在5月28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是看到那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毛宁有提到，就是说是日本跟菲律宾啊，要计划把台湾东部的那个海域啊，要直接做一个划分啊。那台湾政府的话呢，虽然是乐观其成啊，但是我心里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呢，大陆难道没有反应吗？大陆难道不知道吗？这个不是台湾的这个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海域不就是大陆的海域吗？怎么会容许你这个日本加菲律宾在那让你划分呢？那我现在呢，听你这个消息一讲，我就明白了，他们故意把美国拉下水啊。这个东部的话呢，就已经明显的过了第一岛链嘛，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得清楚啊。这里面牵涉到3方面的问题啊。日本的话呢，地图一打开，日本整个过程是第一岛链中最主要的部分。那么这个是对它而来的嘛。这个不管是辽宁舰也好，或者福建舰也好，大陆的航空母舰的话，制空制海都是针对于再加上它的两栖登陆，那合起来的话呢，这个里面当中就不排除有登陆日本的可能嘛。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你不把美国拉下来的话，光靠日本跟菲律宾管用吗？他心里非常明白啊，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呢，做这种万全的准备。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5月28号的时候呢，宣布讲说这个是中国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管的。那5月29号，大陆的那个海警船就出来了。那在那种情况下的话，我就觉得说，难道日本跟菲律宾一点远见都没有吗？他们不能够 foresee the future 吗？对不对？那他就知道中国会有这种反应啊。原来我这个发觉说，这个就是弄到台湾的东部的海岸，基本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有这种事情，不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大陆的海军力量围堵在第一岛链里头。但是第二岛链也还不至于的话呢，但是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美国一定要下来。美国如果不下来的话呢，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就没法解决。而且实际上的话呢，大家要了解，以大陆的这种海军的实力，日本是囊中之物啊。所以说把美军拉下来的话呢，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在安全上会比较增加一点，所以才会做出这种冒进的措施。那不管台湾政府怎么讲，对于大陆来讲的话，这是个好消息啊。因为东部的海域的话，马里亚纳海沟海水很深啊，大陆的核能潜艇就刚好要停在东部啊，借这个机会好好探测一下。所以说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国际大阴谋。你看，在亚洲，日本想拉美国下来；在中东，以色列又想把美国拉下来，也是这样，完全一样的情况，完全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单独没办法应对。了解，好，值得更多关注的焦点，还有本场演习的另一个重磅的亮点，就是运油20是飞的了。这一次他也参与了演训，那他的这个任务啦，正如他的名字，专门就是为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任务的。那代表解放军正在演练航空母舰的编队跟这个陆基空军的协同能力。另外，直升机方面呢，也是有一些看点。网络现在就流传一张照片，是直20的
模型照片，我们看啊，它在机头的这边啊，疑似有一个这个空中受油管的设置。就引发了大家的想象，说，如果直20真的具备了空中受油的能力，那它的任务模式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包括这个多场域的战术啊，就可以打很多嘛，比如说这个外围的反潜圈啦，拉长这个侦察直升机的滞空时间，然后突击型，甚至可以跨越这个跨区域的投送兵力，这些岛礁、岸滩、高原、山地都它可以来执行，大大的增加了直20能够发挥的这个战场的价值。好，那如果这个直20这一次也是他们在空中受油的这个测试的项目之一，而且这个油如果真的加上了的话，这对解放军可以带来多大的战争艺术？我想这个教授应该很了解。那我这分2方面来看。那最航空母舰起飞的歼15，那运油20对它只是空中加油，可以让歼15的作战半径跟打击范围更广，因为经过空中加油，它只要设定一个安全的空中加油走廊来加油跟受油，它就可以继续延伸它的作战半径。这是对歼15来说来搭配的运油20，但是这个直20它是直升机，对，直升机速度慢，运油20速度快，可能直升机要搭配另外一形态的空中加油机了，不可以用喷射，因为运油20速度太快，直升机速度慢搭配不上，那你这个要搭配，你毕竟在空中加油的时候，一定速度要相等。是，你速度不相等，要拖了，对，变成如果是空中运油20减速，让直升机能够最快的速度，一直它最大速度它减速，但是问题是运油20它在满油状态下，它会失速啊，它会失速就很难控制啊。它有最佳巡航速度，但是它最佳巡航速度的时候呢，直升机跟不住，运油这个直20跟不上运油20。所以可能要用一个类似，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发展一个中型的运输机，有点类似美国的136。我一看，是螺旋桨的，这个就是要对直升机加油。所以现在的这个直20啊，在它的右边，你注意看它的模型呢，右边有黑黑的、直直的出来的一个空中加油管。对，它先做，你不要到时候再装，那时候再装了变成购改，购改那有成本很麻烦的。我先装那个直升中型的运油可能是运油30还是什么，那可能不是运油20，对，来刚好来搭配，这样子这个直20，因为直20啊，它的留空时间大概就是最大最长大概4小时，4小时，那作战半径就来回啊，那最大只有300公里，为什么？它只有600公里，600公里有300公里，300公里600公里了，那你就变成我们知道在海域作战是广域的，海面是非常大，你怎么样在做反潜？你要辐射出去，因为我这是航空母舰。辐射出去四面八方，看多大的海域，下面有没有潜舰，那就变成要靠这个直20。那你留空时间越久越好，你不要，因为你要去做耕田式，辐射出去耕田式，结果你要回来要落舰要加油，不要，你一直给我反潜，我只要空中加油机上去给你加油，加完之后一加满继续4小时，我加一次啊，结果你4小时你可以飞8小时，一直留在天上，你就留在上面，你就继续，你不要又跑回来，结果才这个我们讲的反潜，你在水下对这个水下目标扫荡啊，你才扫荡了一部分而已，结果你就跑回来加油了，结果时间又过去了，然后又起飞，又到那个目的地，你又来回又去了，又减掉了一个半个小时，那去半个小时，回来半个小时，你1个小时没在反潜呢？为什么？你再回来加油又去啊？所以那你不要去，你不要回来，我空中加油区过去帮你加油，你继续只是反潜，把水下的目标做一个水下扫荡看看。有没有潜舰在下面帮我扩清水域？因为水上目标的这些船呢，不管是飞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防舰来看，一看雷达一看一目了然，水下你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又是崛起这个经济系统，而且美国的所有的潜舰都是核动力的这个我们知道噪音值就比较低，不是那种柴油在那边烧那个爆炸的，所以它的安静声呐要去抓它没那么简单。那就要让这个直20的这个直升机啊，好好的把这个整个广大的海域来做扫荡。所以我是认为现在还没有进入乘坐阶段，对，但是已经做规划阶段了。那要规划阶段要搭配，那飞机装直升机直20装空中加油受油管。那现在中型的空中加油机的螺旋桨的，类似美国C136已经开始做了，所以它是双管进行。所以这场演习来把这个科目弄进去，也是蛮有一个实验性质在里面。这样对，那这样子来做的话，来做验证，它是
在演习当中找缺点，他看到了水下反潜是短板。了解。因为直20出去要扫那么大的面积，然后如果没有空中加油，而且航空母舰是在动态的，你还在做延伸辐射出去，在做水下扫荡，所以要有空中加油机才可以一劳永逸。歼15的问题解决了，直20的空中加油还没有解决，所以他就是在演习当中、训练当中找他的短板，针对短板来提升、来改正。是，好，谢谢教授。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